你走了我怎么活呀？楚总真是情深意重，苏家这唯一的千金走了，他怕是心都碎了。可不是嘛，谁不知道当年他是入赘苏家，老董事长一手带大的，这感情比金坚。我妈刚生下弟弟就走了，所有人都说是因为手术意外，但我亲眼看见，是她在手术室门口签了那张死刑鉴定书。救他！不管花多少钱，我只要我太太活着。如果她有事儿，我让你们全陪葬。听着，苏氏集团的继承权只能属于我的重长孙。如果他活着，我拿不到最终控股权。我要母凭子贵，去母留子。你听到了什么？爸爸，没事儿，别怕，你什么也没听到。保镖，把大小姐带下去休息。大小姐，走吧。妈，你醒醒！爸爸骗人，他是坏人！苏氏集团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继承人，我也失去了我一生的挚爱。我会替我夫人守着这一份家业。才不是这样！这些都是你干的，我亲耳听到的。诸位，见笑了。孩子亲眼看见母亲去世，受了刺激，已经开始满口梦魇了，还不把大小姐带下去休息？小姐，跟我走吧，别再说了。他撒谎！病了，那天是我糊涂了，妈妈是手术意外走的，我都记起来了。求求你，别丢下我！算你识相。这楚家大小姐名声早臭了，老子今晚就来捡个便宜。啊，人呢？大半夜的，怎么回事？你简直疯了！深更半夜在名下的公寓私藏来路不明的男人，还把人打成重伤，你这是要让整个家族为你蒙羞吗？姐姐，你私生活混乱、脾气残暴的名声在京城名媛圈早就传烂了，现在倒好，连这种下三滥的货色也要带回家玩。这些年，我这些所谓的好名声在各大热搜上居高不下，到底是谁买的流量？这贼人又是谁关了监控放进来的？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我私藏男人，不如咱们立刻报警，好好查查这屋里的迷香来源，查查这贼人手机里的转账记录到底是谁派来的。报什么警？嫌楚家不够丢人吗？把这人交给法务处理，这事儿谁敢传出去，立刻滚出家！哼！
今晚多好的机会没毁了那个贱人的名声，反倒让他在我面前耍横。再过几天就是家族信托基金的继承审核了，难道真让他以长女的名义分走集团的原始股？急什么？今晚不过是试探，等继承仪式一过，我找个借口把他送到偏远的分公司去利用，那里山高路远，出个车毁人亡的意外，谁也查不到楚家头上。还是妈有手段。那苏志那个小东西呢？放心，有我在，用不了几年，他就成个废人了。小少爷，夫人特意叮嘱我们照顾你，先喝点饮品歇一歇吧。少爷，读书太枯燥了，不如放下书本，我们陪你玩会儿游戏，放松一下。别碰我，我想专心看书。还不快滚出去！大小姐，我们可是楚总和夫人亲自聘请的高级助理，年薪100万，您凭什么？我让你们滚！听不懂人话吗？大小姐大人，犯人了！楚总，我心疼智儿学习太苦，特意请了顶级名校毕业的助教，景叔怎么能下这种死手啊？逆女，公然殴打助理，蛮横无理！你眼里还有没有你柳银？还有没有家规？父亲口中的家规，就是给一个8岁的孩子送这种只会教他学坏的随从吗？要不要我明天把这些监控录像发给媒体，问问大众哪家的精英教育是带孩子这样做的？你敢威胁我？来人！楚总，天宇财团顾总那边发函了，新上任的顾燕婷执行官宣布，要在国内几大豪门中选择一名战略合作伙伴兼首席特别助理。如果让苏敬轩进了天宇财团，攀上顾燕婷，那苏家的账他迟早会翻出来，绝不能让他入职。楚总，这份合作协议和人才选拔函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如果苏静书进了顾氏，查出当年苏家资产转移的真相，我们费尽心思经营的一切都得化为泡影。我难道不知道吗？苏氏集团的资产还没完全剥离干净，苏静书才是名义上的第一代理人。可这是顾氏直接发给董事会的任命推荐，如果不去，就是公然毁约。楚总，别急啊。如果苏静书因为意外受了伤，或是……胡闹！顾氏的人事部已经备案了。这时候长女突然出事，你是想让审计局和京深把我们当成头号嫌疑人吗？楚总，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青青的未来着虑吗？急火攻心了。深更半夜，你不敲门就闯进长辈房间，谁教你的规矩？我是来和你们谈交易的，我要你们立刻送我弟弟去松阳学院，并且一次性支付他未来10年所有的教育和生活信托基金。松阳学院？你以为你是谁？我可以签署放弃苏氏集团继承权的声明，之后彻底消失，把进入天宇财团顶层圈子的名额让给楚青青。你会这么好心？我知道你们在计划什么，但只要我不死，我就能把楚青青冒名顶替和苏家资产洗白的证据直接发给顾家。到时候楚家面临的可就不只是信誉破产，而是彻底的商业死刑。好，只要你签了放弃协议并远走高飞，把名额让出来，明天一早我就联系松阳学院的董事送苏芝过去。姐姐，我舍不得你。记住了，进了学院，不管家里寄什么信，哪怕说我不在了，你一个字都不要信。你的任务只有2个字：变强。我记住了，姐，你一定要保重。哎呀，这一走真像生离死别似的，这姐弟俩感情真好。我会马上向律师楼递交声明，自愿前往西晋高山区做志愿者，彻底从苏氏家族名乐中剔除。从此，楚家再无苏静书这个麻烦。
楚青青可以安心去争首席名额了。算你识相。妈，顾总那边的人事审核我已经买通了，明天就能入职。凭我的长相和家底，谁能跟我争顾燕婷身边的位置？那是自然，天宇财团未来的主母非我女儿莫属。可是妈，那个女人城府深得很，她真会心甘情愿去大山里当志愿者。万一她这是缓兵之计，等我入职的关键时刻跳出来捅软刀子怎么办？我这心里总觉得毛毛的。夫人，大小姐如果真的消失在西境无人区，咱们自然安生。可万一她过2年又顶着苏家继承人的名头回来，后患无穷啊！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是不会反悔的。联系边境恶狼帮那伙人，告诉他们明天清晨出城的必经山路上有一辆落单的越野车，我要车毁人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夫人放心，山高路远，出个车祸没人会查到咱们头上。下来！车里的人把值钱的都交出来！不关我的事，钱都在车里，别杀我！连司机的逃跑路线都设计好了，柳霜，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呀，楚家居然还这么个极品小妞！哥几个，这买卖不亏，先把带走乐呵乐呵，再拿奖金。靠，车溜了，快闪开！老大，这深度，车都碎了，这小妞肯定跟着车摔成泥了。咱们这笔红利拿的真容易，算他短命。撤！我去找管家拿尾款。柳霜，你想不到吧？昨天我就提前在这里做好了金蝉脱壳的局，这一次是我赢了。楚董事长，我们已经在谷底残骸中确认现场没有幸存者，且下方紧邻急流，只怕已经无法寻获完整的遗存了。我楚原自问从不亏心，为什么要让我尝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哎，这继母当的真是不容易，哭得嗓子都哑了。也是那苏大小姐平时太作了，没少给楚家惹事儿，没想到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楚原、柳霜，既然你们那么想我死，那我就成全你们。不过这出戏的后半场，你们可得接住了。康总，财务部那边新进的张副总今天又把咱们旗下的所有物业内陈采购渠道给封了，说是大顾总要亲自审计。大顾总顾燕婷，他这是要剪掉我这个退休老臣的所有羽翼呀！一群废物，滚出去！你是？康总，别来无恙。你是苏家那个遇难的长女？你不是已经坠崖尸骨无存了吗？大家都说苏大小姐嚣张跋扈，死了也是活该。可我要是真死了，谁来送您一份重回权力中心的大礼？商场没有鬼神之说，只有绝对利益。说吧，你到底有什么把握？顾氏财团即将启动针对核心高管的天宇特助人才招募计划，我要您帮我办个合规透明的新身份，送我进候选名单。你知道有多少名门千金盯着那个位置吗？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死人去赌职业生涯？您在顾氏30年，经手的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先夫人的那几笔离奇主权转让，您觉得还能瞒多久？新任行政官顾燕婷已经在查旧账了，看在您是功臣的份上，他现在只是收权，但再过2年，等证据齐了呢？说句直白的，等他的根基稳了，像您这样掌握太多秘密的老人，下场往往是在某个疗养院意外养老，或者更糟。就算你掌握了这些，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在天宇这种地方又能帮我什么？那些名门千金进天宇财团是为了家族联姻和荣耀，只有我孑然一身。我将成为您在天宇核心圈最锋利的一把刀。为表诚意，我愿认您为义父，今后为您马首是瞻。女儿见过父亲。这丫头够狠，也够聪明，为了翻身，连这种大礼都能行出来。反正我现在被那帮新派高管排挤，不如拿她去赌一把大的。好孩子，快起来！
为父倒是个有福气的，领老神才如此聪慧的女儿。既然是一家人了，为父自然要为你打算。锦州分公司已故总监之女苏婉，这个新身份如何？锦州分公司那位总监祖上和你外公苏家是同宗，名义上你叫他一声堂叔也不为过。档案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即便去查也是血脉同源。义父深谋远虑，从今往后世上再无苏大小姐，只有晋州苏婉。婉儿，过来看看，这是人力资源部刚拟定的天宇管培生最终录用名单。高级助理，他这一入职的待遇可真是绝无仅有。你父亲楚原如今在商界风头正起，又是顾氏的深度合作伙伴，楚青青自然是这批管培生里背景最硬的。你借着分公司的名目进来，只能从最底层的管培生做起。婉儿，你进公司后务必避其锋芒，绝不能意气用事，否则我也保不住你。避其锋芒，我在楚家被他们打压了10年，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这一次我绝不会再退让半步。楚助理，您可是咱们这批考核生里唯一一位免试直通总裁办的高管助理呢，以后在公司可得请楚姐姐多照顾照顾我们。那是自然，我爸可是永川集团董事长。锦州分公司推荐苏婉，评级为底薪实习生，分配至行政2部工位。谢谢，我会好好工作的。你是姐姐，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楚助理想必是认错人了，我是锦州分公司推选过来的苏婉，并不是你口中那位苏小姐。你少在那装神弄鬼，这张令人作呕的脸画成灰我都认识。楚助理，请克制，这位新职员苏婉的个人档案、学历背景、入职体检，全部经过总部人事部和天宇内部审计处的层层交叉合成，每一个公章都代表着集团的权威。大顾总平时最看重职场的体面和规矩，楚助理若在大庭广众下对同事动粗，惊动了总裁办，恐怕我也保不住你的职位。好一个苏婉，不管你玩什么花样，我都要看看你能在那天宇撑到几时。你还是这般沉不住气，愚蠢至极。这职场复仇才刚热完身，接下来咱们慢慢玩。楚原，青青在微信里说的明明白白，那个锦州来的苏婉，简直就是苏静书的翻版。如果真的是他，这可怎么办？慌什么？半年搜索队在西境悬崖下给出的报告清清楚楚，那种程度的车火爆炸，车子摔成废铜裂铁，绝无生还希望。可是，万一呢？万一他真的回来讨债了呢？这世界上相貌相似的人多的是，不管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既然敢把脚伸进天宇财团，敢挡青青的路，那就是在挡我们永冲集团的财路。立刻去给我查锦州那个苏婉。楚青青果然动手了，他刚刚花大价钱买通了咱们行政2部的内臣，正在调取你入司以来的考勤和生活习惯记录。他既然要查，义父，咱们就帮他一把。帮他？把我的生活当漏给他，就说我平时爱喝绿茶，爱吃甜点，最关键的是告诉他我左肩上有一块当年烫伤的旧疤。这个我要了，给我！楚青青，别碰我弟弟的东西。行了，大惊小怪什么？是大小姐自己不小心碰翻的，别影响了楚总今晚的商业宴会。你想引蛇出洞？可是，如果他直接拿着这个去林董那里指控你商业欺诈，林董手段狠辣，一旦立案调查，你就算拿不出铁证自证，也难免要吃尽苦头，甚至被扭送法办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楚青青如今在总裁办风头最劲，如果他敢在董事办公室大闹，自然有更高级的高管乐意看到他玩火自焚。义父只需记住，明天总办议会，一旦董事办公室那边闹起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顾总的视线引过去，我要让他亲眼看这一出好戏。苏婉，
楚助理实名向董事会举报，说你并不是锦州分公司的苏婉，而是永川集团失踪的长女。你该知道，入职背景造假、欺骗资方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是苏婉，我不明白楚助理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陷害？我查得清清楚楚，你在公司宿舍的生活习惯跟我姐一模一样，连喝茶的牌子都没变。楚助理，这世界上喝同一个牌子茶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只有这种证据，还是别在林董面前丢人现眼了。我有铁证，我姐的左肩上有一块当年因意外烫伤留下的烧伤疤痕。只要当场掀开你的领口验一验，一切谎言都会戳穿。林董，我虽来自基层，但我也有做人的底线，这是对我人格的践踏。你是怕露馅吧？大家看，他就是在做贼心虚。林淑君这是想借楚青青的手打压我，顺便立威。既然你们这么想看，那我就成全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化妆品，你肯定用了什么东西遮住。林董，这就是高明的伪装，让人用洗妆水洗他的肩膀。楚青青，这半年来我潜心研究气味与肤质，就是为了让你们的算计沦为笑柄。带苏小姐去隔间录像核实，动作仔细点儿。顾总到。顾总，我苏婉出身寒微，却也知自尊重于性命。今日在此受辱，我已无脸在财团立足，更无脸活在这世上。是楚小姐逼我至此，我委屈啊！拦住他！这是怎么回事？林董事长，财团的例会什么时候变成当众羞辱下属的修罗场了？顾总息怒，快叫随行医护送他去特护公寓。顾总明鉴，是楚助理无端指控苏助理背景造假，非要当众扒开对方衣服检测疤痕，苏助理不堪受辱，这才如此悲愤啊！顾总，我有证据，他真的就是……够了！天宇财团不需要这种无端生事的管理层。楚助理职业素养全无，从现在起撤销所有职务，降为后勤杂工。嘘，出去。面对那种场面的栽赃，竟真敢撞上去。顾氏那些为了利益勾心斗角的女人，遇到事只会在股东面前流泪辩解。这个苏婉，倒真有一种令人胆寒的刚烈。好独特的香气，让人紧绷的神经格外轻松。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特调的舒缓精油起效时间分秒不差。顾燕婷，既然你选择了相信我的清白，那便作为我的盾牌，替我挡住楚家。小少爷，这封闭式学院太苦了，楚总和夫人特意吩咐让我给你带了市面上最顶级的电竞装备，您晚上看书要是累了，就通宵玩一会儿。这日子嘛，就是要过得舒坦。哇，最新款，太好了！这学院无聊死了，正愁没什么好玩的呢。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苏助理，您怎么来这种脏乱的地方了？信封里的钱，加上这些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特效药，足够救回你孙子的命。苏小姐，您这是救命之恩，只要能保住我这唯一的独苗，我这把老骨头，您想要什么尽管提。我要你教我，顾总的母亲当年是如何亲手为顾总调配丝茶和制作手工点心的。
夫人的事在顾家是最高级别的隐私，顾总最忌讳别人模仿夫人。那些东西比你孙子的命重要。我要学的是那种连香气层次都一模一样的还原。这笔交易，你做还是不做？苏小姐，只要你能救他，我一定倾囊相授。苏婉，出状况了！那边刚传出消息，楚原今天避开所有人，直接向顾总递了一份加密的战略合作提议书，具体内容谁也没看到。他这只老狐狸，若连这点反击都做不出，那这场戏演起来倒也无趣了。可是，楚原递交的那份战略合作建议书，名义上是谈生意，实则话里话外都在影射你的背景。义父不必自乱阵脚。之前多亏您告诉我，顾总的母亲晚年最钟爱的便是那款松针冷香。我费尽毕生心力复原那调香配方，顾总这几日夜里能安然入睡，心里便会不自觉地将我当做他情感的寄托。义父，劳烦您帮我冲一壶新空运过来的高山竹叶青，算着顾总批完文件的时辰，随我去总裁办。我也想亲眼看看我那位好父亲在那份文件里到底写了多少想置我于死地的恶意。楚原真是煞费苦心，口口声声为了集团利益，字里行间却在暗示我身边的人来路不明。他这是想把手伸进我的私生活里做试探。顾总，苏助理来了，说是亲手做了几样您喜欢的咸甜点心，想给您提提神，让他进来。顾总，额头的伤还没全好，怎么不好好歇着？听厉特助说您午饭没吃多少，我做了一些家乡风味的点心，顾总尝尝看合不合胃口。放肆！顾总息怒，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先是松针冷香，现在连这消失了10年的特殊口味都能复刻。说，谁派你来的？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这只是我小时候在母亲身边学的做法。还想骗我？你刻意模仿我母亲的一举一动，费尽心机接近我，到底背后的主子想要什么？顾总，永创集团楚董亲自派人送来的加密文件，事关苏助理的真实身份，里面有涉及严重商业欺诈的铁证。好得很，你自己看。楚原查出真正的苏安早在3岁就夭折了。我本以为你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原来从头到尾楚家就没污蔑你。李特助，把苏静茹先带回员工宿舍，暂停手上所有项目。明白。顾总，启动最高级别内部审计，派可靠的人去锦州核查苏家所有档案。我倒要看看你这张面具下到底藏着鬼还是藏着神。真是命大，跌下那种程度的悬崖，车都炸烂了，竟然还能捡条命，还能换个锦州死人的皮混进天宇财团总裁办，我还真是小瞧了这个野种。命大又如何？他既然敢在顾燕婷眼皮底下玩火，如今你把他伪造学历和身份的铁证递交过去，在天宇这种级别的财阀眼里，商业欺诈和损害名誉的官司足够让他坐1辈子牢，到头来他还不是要被咱们死死踩在脚底下，落得跟他那个短命的苏家娘一样的下场，连个全尸都留不下。顾燕婷生性多疑，这会儿只怕已经震怒，把人关起来严审了。顾总，苏婉小姐这5天一直在和法务谈话，绝口不认自己的身份造假。今夜听生活助理说，苏婉小姐因为伤口感染引发高热，已经昏迷不醒了。顾总，苏婉小姐这5天一直在和法务谈话，绝口不认自己的身份造假。今夜听生活助理说，苏婉小姐因为伤口感染引发高热，已经昏迷不醒了。她既然在那儿演戏，刻意模仿我母亲来欺骗我，如今就算冻死在雨里，也是她咎由自取，谁也不许去管那间公寓。顾总，我派往锦州的私人调查组连夜传回了报告。经交叉核实，当地苏家的长女苏婉确实一直活着，当年病故的是苏家一个从未报户口的私生女。
你是说，楚原那只老狗敢拿伪造的背景信息来利用我？他没有骗我，他那么用心对我，而我却……备车，去公寓，立刻！行了，医生说你需要补充体力，喝一点。谢谢顾总。我查清楚了，那份档案是楚原伪造的，他故意递交假材料，就是想借我的手除掉你。我已经对他下达了全行业申斥令，半年内永创集团不准参与顾氏任何竞标。苏婉，这次是我判断有误，对不起。顾总能信我，我这一遭便值了。楚原，我真该给你写封感谢信。要不是你这般步步紧逼，这出以命搏信的戏码又怎能演得如此完美？一个高位男人的愧疚和自责，可是这世上最锋利的护身盾。顾总，正如您所料，专业搜救队在西晋悬崖下方的乱石滩里找到了一具残破的遗体。从随身的遗物和车轮残骸来看，确是半年多前失踪的楚家长女苏静梅。楚原之前天天在媒体面前哭诉寻找女儿，甚至不惜拿我的助理做垫脚石，非要活见人死见尸。如今证据都在这儿，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派车把遗物和那口上好的定制灵棺送还给永川集团。楚总，顾总特许，说是您痛失手女，几度神伤，现搜救队已寻获苏大小姐遗骨。另外，顾总说您忧思过度，特许您闭门休养半个月，集团的所有业务您可以暂时不用出席了。待我，多谢顾总关怀。景叔啊，我苦命的女儿啊，你这一走，让妈妈怎么活呀？楚总，这难道真是那丫头？她真的一命呜呼了？管她是死是活，顾燕婷这是在拿这个死人打我的脸。她宁愿认一具烧焦的遗骸，也要保住身边那个叫苏婉的女人。告诉青青，这段时间给我在家反省，别再去天宇财团搞小动作。这盘商战的大棋还没到收官的时候。禁足，停职！苏婉那个贱人不仅没死，顾衍腾居然还提拔她当了当局合伙人！我爸居然让我咽下这口气，凭什么？二小姐，您要的下午茶。滚出去！半夏，轮不到你这种人来看我的笑话。对不起，对不起，二小姐。苏婉，苏静书，不管你是靠什么手段活下来的，我楚青青这辈子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燕婷，这份行业内调报告看了一晚上了，喝口茶润润嗓子，别太累了。楚原这老狐狸是真的急了，变着法子写这种匿名信、匿名邮件，处心积虑的想再挖一挖你的底细。那顾总相信这些来源不明的底细，还是打算怎么处置我？我顾燕婷认准的人，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今日这茶有些苦。你今天又在例会发火，这茶里我特意多加了点败火的苦丁。你要是觉得苦，我去给您换一壶蜂蜜水。茶虽苦，人却甜。既然进了我顾燕婷的局，就安稳待在我身边。在这京圈里，没人能再动你分毫。林董好，宋总好。哟，苏助理如今这身架子可真是不重样，靠着几块小点心就坐到了合伙人的位子上，还真是好手段啊。若曦，你就别拿小苏寻开心了，苏特主能得到燕婷的器重，那是天宇管理层的福气。前阵子楚青青在董事办无事生非，非指控你背景造假，还险些让保镖对你动了粗。我当时被集团风言风语蒙蔽，
竟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这几天一闭上眼，我这心里就极不踏实。去，把我珍藏室里那款克罗星限量红宝石钻石小链取来，送给苏特助，当是我这个做董事长的给你赔个不是。林董折煞我了，您是集团掌证人，对求职高管严加考察本就是职责所在。苏婉从无半句怨言，承蒙林董深爱。林董还真是大度，降下身段给个手下赔罪。苏特助，这首饰金贵，你可得拿稳带牢了。林淑君这招借花献佛玩的真是滴水不漏，表面上仁慈亲和，实则城府深沉可怕。反观这位张扬跋扈全挂在脸上的宋副总，不过是个浅薄易怒的纸老虎，倒比那端坐高台的伪善之人容易对付得多。婉儿，楚原这几日不太安分，看这架势，老狐狸是彻底被你逼红了眼，正琢磨着怎么在林董面前再反咬你一口呢。要是楚原这会儿就认了命，这盘精心谋划的商战还有什么看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8年来，我暗中追查楚原的行踪，查到他频繁出入男科医馆，常年调理身体。集团董事小食堂的主厨日日在他的膳食里添入调理药材，可即便常年颈部，他依旧很难留下子嗣。你是说，楚原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这8年来，柳霜的肚子一直没动子儿，楚原私下里也没少找名医，可惜这种慢性的礼物是不可逆的。他现在急着要个楚家血脉的传人，而不是我这个名分的女儿。义父，你在2线艺校里找一个模样清纯、背景干净，且近期体检报告显示各项机能极其优良的女孩子。你这是要给他送一个希望？楚原这种老狐狸，最拒绝不了的就是在绝望时看到的奇迹。这件事做的一定要自然，要让他觉得是自己命中的桃花。我明白了，这就去物色人选。半夏，你滚出苏家后怎么来这儿扫地了？真是晦气！你们几个把他按住，我要好好教训他。住手！楚小姐，3个月的降职处分，看来还是没教明白你什么叫职业素养。在大公司里欺负基层员工，这就是永昌集团给你的底气。你敢拿咏春压我？苏婉，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靠着顾总上位冒名顶替的货色，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连他也给我赶出去！你敢打我？你们这群笨蛋吗？给我打回去，把他那张脸撕烂！楚小姐，苏总现在是顾总亲任的首席顾问，职级在您之上，我们不敢。这一巴掌是教你怎么凭本事做人，不服大可去顾总办公室告我。你看他是信你还是信我？半夏，跟我走。一群没骨气的废物，连个冒牌货都怕！楚家给你们的好处是让你们看我吃亏的吗？苏小姐，谢谢你。我听说你是这2天才来集团的新人，之前是在楚家做事吧？看你这样子，楚青青应该没少压迫你。我身边缺一个绝对忠诚的助手，我觉得你很合适，你愿意吗？我知道您的意思，但只要能让楚青青那个恶毒的女人付出代价，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这张卡里的钱去把内勤手续办了，从明天起你直接受聘于我的私人顾问团队。楚晴晴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这会儿恐怕正找她的贵人哭天抹泪呢。宋总，那个苏婉简直无法无天，她不过是一个分公司送上来的野路子，仗着顾总最近看中她，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的脸。他打的是我吗？他这是在抽您的耳光啊！你要是自己争气，手段高明点，何至于被一介管培生踩在脚下？楚家的家教就教出你这么个只会哭的废物。宋总，苏婉心机太深，她现在敢动我，明天就敢在董事会上挑战您的权威。苏婉，这恩宠确实有些过界了，我倒要看看顾燕婷的一时新鲜能撑你到什么时候。顾总，看了一晚上的数据了，喝口茶，歇歇眼。
有你在旁边调的香，这堆繁琐的告表倒也没那么令人头疼了。苏婉，你怎么了？我不知道，胸口突然憋闷，胃里烧得慌。李特助，传私人医生，快！恭喜顾总，您的女朋友苏静书小姐已有身孕，刚满7周，指标非常健康。好，李特助，通知下去，过几日就举行我们的订婚仪式，并将苏静书晋升为集团首席战略合伙人，只有3%的扣权。应城，我只求能陪着你，没想到这孩子来得这么巧。楚原、柳霜，你们做梦都想把我踩进泥里，这个孩子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断头台。我倒是小瞧了这个野丫头，平时看着清冷，居然一下靠肚子拿走了3%的股权。不过，这天宇财团里盯着总裁位置的可不止我们。宋若曦那个毒妇，之前可是顾总名义上的前妻，怎么可能看着苏婉母凭子贵？董事长的意思是借刀杀人？你去劝他别围着他那个痴呆儿子转了，多来公司沾沾苏总的喜气。苏婉算个什么东西？才进天宇财团几天，竟然就怀上了顾家的骨肉！顾燕婷甚至还破格让她晋升合伙人。宋总，她就算怀上了，能不能平生生下来，顺利拿到继承权还是两说呢。豪门里中途夭折的继承人还少吗？您当年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怀上了小少爷。不管怎么样，小少爷才是名正言顺的顾家长子。林淑君那个老狐狸，名义上亲自来给我送喜报，实则是在往我心窝子上扎钢针。他这是在笑我生了个心思单纯、指望不上的宋宋。宋总，当心隔墙有耳，别让外面的人抓了画饼。苏婉，他要是生下个健全聪明的继承人，我的宋宋在顾家还能拿到什么好处？集团迟早被那个野丫头吞了。下个月是顾总已故母亲沈夫人的10周年追思慈善会，顾燕也最重孝义，给苏婉的公寓送10本空白的沈夫人慈善手记手稿，告诉苏总，他既然宣称受了沈夫人遗留香气户才怀上孩子，这10本悼词手记必须由他一笔一画亲笔手抄，少一个字就是对长辈不敬。是，我这就去办。苏总，这是宋副总给您的节日安排，下个月是沈夫人的忌日追思会。宋副总说，苏总身为新晋合伙人，又怀着孕，正适合陈烧这10本沈夫人慈善悼词，以表孝心。婉儿，这整整10本啊！你现在胎相刚稳，医生说了最忌讳伏案劳神，宋若曦这分明是故意刁难你。他既然想拿顾燕婷的王母来压我，我便顺水推舟，送他一份无法拒绝的大礼。婉儿，你这是做什么？宋若曦派人送来这些手稿，口口声声让我表孝心，普通的墨汁怎么能显示出我的赤诚？半夏，去拿最好的无菌白纱布来，把我的左手包扎好，包得越厚越显眼越好。另外，楚青青那个草包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为明天的创始人纪念晚宴发愁？去砸点钱买通他那个爱财的造型师，把那枚我定制出的严重违反内碗全员肃静着装禁忌的红宝石胸针不动声色地塞进他的珠宝盒，再让造型师多夸夸她的美貌，说只有红色才配得上她的气场。我定会让楚小姐在明晚的纪念晚会上成为最惊艳全场的人。顾总，这些是公司核心团队这月亲手整理的沈夫人生前的慈善语录手记，共10卷，每一页都凝聚着大家对长辈的追思，不仅是缅怀，更是为了传承家风。为什么有股这么重的血腥气？血腥气？我不知道啊。是我为了表达对沈夫人的敬意，以指尖血混合了极品朱砂墨抄写的。你疯了吗？你明知道自己怀着顾家的骨肉，你怎么敢刺血重掏？请顾总不要怪罪宋副总，宋总也是为了集团，想在追思会上尽完美之力，才将这重托交付到我。他说我腹中的孩子是沈夫人的护裔，所以我才自作主张。燕晨，我就说宋副总平日里做事要强，苏婉毕竟怀着孕，宋总只顾着在纪念会上拿大出风头，却忘了孕妇忌讳，指尖连心，这得受多大委屈？宋若曦，你身为副总裁，这所谓的心意是逼着一个怀孕的职场新闻用血换来的。
顾总，不是这样的，是苏婉她……给我滚！事到如今还想狡辩？顾总，是我疏忽了，我真的……让开！这是怎么了？顾总是在为我们团队的手抄感动吗？我也得去亮个相。没规矩！今日是我母亲的10周年忌日，全集团上下全肃服哀悼。你竟敢佩戴如此张扬的红宝石，把这当成什么了？你的个人秀场还是庆功宴？顾总，是造型师说这枚饰品能显出楚家对沈夫人的敬意，我不知道啊。楚小姐，沈夫人的祭典是集团最高规格的肃穆场合，你公然违反着装禁令，竟然还想把这等大忌推给造型师，简直是不可理喻。顾总，我错了，我不想离开集团。宋副总德行有亏，变相压榨有孕员工，即日起无限期停职，集团所有的管理权限收回，年底股权分红全额扣除。是顾总，我会即刻肃清内部风气，绝不再让这种丧失底线的事发生，请顾总宽心。苏总监至纯至孝，受了这么多委屈，即日起晋升为天宇财团执行 VP， 驻顶层城前湾公馆，配备专属医疗与安保团队。你疯了吗？肚子里还怀着顾家的继承人，竟然由着宋若曦那种疯女人践踏，那些手稿值得你拿命去换。顾总别怪宋副总，他也是为了纪念沈夫人。我出身普通，能亲手为沈夫人做点事是我的福分。只要顾总心里明白我的难处，知道我肚子里有您的骨肉，这点伤我也就不觉得疼了。听说集团还有几个跨国商务合同要签，您快回公司忙吧，别让病房的气闷坏了您的精神。好，我处理完公事再来看你。小姐，这下咱们在天宇财团算是彻底站稳了。这只是热身。恭喜婉儿，不，恭喜苏总！如今宋若被夺了控制权，楚青音那个草包也驱逐出了高层圈子。宋若曦还没那么容易垮，他那个傻儿子虽然智力有问题，但毕竟是顾家的长子，只要有博弈的筹码，顾彦成就不会真的对他下死手。离岛分部那边，楚青青的岗位和住宿都安排好了，您放心，都安排妥当了。离岛分公司位置偏僻，条件简陋，我给他分配了部门里最挑剔苛刻的直属上司，绝不会姑息任何人。苏总，那边有动静了。楚源前2天乔装打扮，没去常用的私人医院，而是绕道去了城郊一家极隐秘的男科诊所。报告还没出来，他就急着让管家在云柳胡同秘密置办了一套不知名的顶层复式，还托人从演艺学院物色了一个极年轻，说是命里带子的小模特，已经养进去了。他果然急疯了，他的根基早就从鼻子里烂透了，现在指望找个鲜嫩的模特就能延续他楚家的香火。义父，既然他想要奇迹，咱们就帮他把这个奇迹做实，去找个生面孔的私人医生送进云柳胡同。苏总的意思是要让那个模特立刻怀上，只要那个外室的化验单上出现了阳性，楚源就会把那母子俩当成命根子。到那时候，守在永昌大宅里那位视权如命又生不出儿子的柳夫人，若是收到了风声，这出内斗的好戏才算真正开场。我明白了，这就去安排，保证神不知鬼不觉。这小家伙昨晚竟然踢了我一脚，看来是个闲不住的性格，肚子里力气就这么大，将来生下来定是个雷厉风行的主，能在天宇财团里护着苏总一辈子呢。我不求他掌握乾坤，只要他能平安落地，做个自由自在不需要算计人心的富贵闲人就够了。不知道松阳学院的阿志长高了没有？阿志，姐姐会扫清所有的路，让你有一天能堂堂正正的回家。董事长林总到了。林董，您怎么亲自过来了？苏总，别见外，我今天就是来探望探望你，把给苏总备的保养品和高定面料拿上来。你如今是天宇最金贵的人，我特意用我的个人专属特权开了私库，挑了这些还算体面的礼物。多谢林董百忙之中还记挂着我，若不是林董平日里教导我要在职场懂得隐忍，纪念会那天我怕是根本顶不住压力。
林董这般厚爱，我实在内疚，受之有愧。你是个懂局面的聪明孩子。宋若曦平素在财团里要强跋扈，这回连燕婷都看不过去了。不过他虽然被无限期停职，但毕竟大房的股份在他手里，更有个大儿子在后面撑着。燕婷重旧情，董事会迟早会复他的职。这天宇未来的大局，还得靠我们俩同心合力呀。林淑君这是要我死心塌地做他手里对付宋若仪的先锋，果然不是省油的灯。苏婉资历浅薄，在集团凡事只愿为林董马首是瞻。好啊，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了。苏总，林董给的都是顶级尖货，看来是真心跟您联手了，咱们以后的路可好走多了。真心？他不过是把我的肚子当成在董事会制衡宋若曦的一把锋利手枪罢了。宋若依张扬任性，他的算计全部写在脸上，不可怕。而这位面带微笑能在握手间将人置于死地的林董，才是杀人于无形的致命危机。在这名利场中，我绝不做任何人的牺牲品。林淑君，你想当执旗人，而我要当那个砸碎棋盘的人。楚总，我没名没分的跟着您，受点委屈不打紧。可大夫说这一胎极有可能是个男孩，我怕孩子生下来是个抬不起头的私生子，一辈子遭人白眼。亲爱的，放心，这可是我期盼了8年的宝贝。只要你平安生下长子，我立刻和家里那个离了，明媒正娶接你进门。谁敢瞧不起我楚原的儿子，就是瞧不起我。楚总对我最好了。恭喜夫人，楚总刚才那魂不守舍的样，心都被您拿捏了。只要这小少爷一落地，你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楚太太了。楚太太，我肚子里的可是楚总现在唯一的金疙瘩，区区一个名分就想打发我？我要的是整个永昌集团的继承权。夫人说的对，母凭子贵，您这肚子里揣着的可是楚家未来的控股人呐。前2天送药那个婆子可跟我说了，永川大宅里那个柳霜当年也是靠着怀了孩子见不得光的手段，才把原配挤走上位的。可不是嘛，柳霜现在就是个下不出蛋的母鸡，哪能跟夫人您的福报比？我有了楚总的骨肉，那大宅的主位他柳霜做的，我自然也做得。那是当然。楚青青，这就是你熬了一上午做出来的东西，这么基础的活都干不明白，总部下来的人就这点水平。不过是一点小差错而已，没必要揪着不放。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楚原，是永川集团的元老人物。你快省省吧！打从你被发配到这座离岛分部开始，你父亲楚原就再也没过问过你的任何事，更是半分扶持都没有。他自己都火烧眉毛了，早就没空管你了。你怕是还一无所知吧？你父亲在市区外的云柳社区养了个小模特，人家上周刚查出了身孕，极有可能是个男丁。他宝贝的跟什么似的，逢人便说，等到外方生了长子，就立马和你母亲离婚，娶凤进门。谁还会管你这个早已被扫地出门的弃子？不可能，你胡说！我是我爸唯一的女儿，他不可能不管我。信不信随你，但你记住，在这里你的家世一文不值，没人会看在楚家的面子上迁就你。都是那个狐狸精的错，若不是她怀了，我爸怎么会彻底断了我的后路？只要我把这件事告诉我妈，那个女人绝对别想好过。苏总，这是离岛分部那边寄出的，楚青青托人要送回楚宅的东西。妈，爸在云柳社区3号养外室怀男胎，欲离婚取代你，速速夺命！楚青青这个蠢货，当枪使的路线倒是走得又快又直，原封不动地寄给柳夫人吧。我倒要看看柳霜这个为豪门位置疯狂了一生的女人，拿到这个地址会发什么疯。把这些拿去拍卖行，立刻变现，拿了现款马上寄去离岛，别让青青在那受罪。明白，夫人。夫人，出大事了！这是小姐从离岛寄回来的绝密书信，快给我看！楚原！
什么事？神色这么不自然。刚才在财务部对接，听闻了一桩圈子里的新鲜事儿，说是永创集团的楚董在离市区不远的云柳胡同养了个小模特，今天刚出了化验单，确诊有孕了。听说楚董私下里高兴的合不拢嘴。楚原，我记得他原配留了个儿子叫苏志，还在松阳商学院读书，怎么一大把年纪还在外面搞出个私生子？我之前在项目嘴听过那个苏志的消息，孩子母亲走得早，虽然占着长子的名头，却自幼被送到封闭式学院，像个断了线的风筝，确实挺可怜的。你呀，就是心软，见不得这事儿。苏总说的对，听说楚志在学院成绩极其优异，可楚董现在心思全在那外室肚子上，听说还要把原本给楚志的信托资金挪出来给那模特买钻戒，这孩子的处境恐怕更难了。楚原要是为了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亏待了正经的集团继承人，那便是乱了豪门最根本的规矩。顾总既然看重规矩，不如早早替楚家定下真正的继承顺位。至于楚董，他毕竟是您的老部下，既然想要那个新儿子，你也可一并成全了他，想必他最后也会对您感激涕零。哦，婉儿想让我怎么成全？顾总若能以董事会的名义发个正式裁决，先册立那位嫡长子楚志为永川集团法定继承人，稳固资产流向，再给楚伯发个私人贺电，特许他在那外室诞下男胎后，由顾氏背书，允许他将其明媒正娶，给原本的柳夫人一笔钱。如此一来，既保全了长子的前程，显出顾总重法守礼，又全了楚董老来得子的面子。好一个恩威并施，不愧是我顾燕婷的 VP。这样一来，楚原可就被架在火上烤了。柳霜那个女人，怕是要把楚家老宅给拆了。助理，传我的行政指令，拟一份董事会决议，按照契约流程，任命楚志为永清集团唯一的法定继承候选人。是，我这就去办。顾总行政指令上说，正式确立永川集团楚志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另外，顾总特别提醒，为了维护好楚家的体面，关于您与那位赵夫人的事情，还请妥善处理，趁早给一个名分。苏家那个狼崽子居然在这个时候被顾燕婷给强行立了继承人，罢了，只要这个亲生儿子平安落地，这永创总团迟早还能变天。多谢顾总，楚某深感顾总厚爱。赵娘，你听到了吗？有了顾总亲自开口，只要你这胎生出儿子，我立马接你进楚宅当合法的董事长夫人，看谁还敢质疑。顾总可是金口玉言，那是自然。我这就去商场给你订全套空运过来的大牌钻石，定让你风风光光的进门。楚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你竟然敢在外面养狐狸精，还想凭顾燕婷的特许带她进老宅取代我？放肆！看看你现在这副泼妇的样子，哪里还有半分楚太太的优雅？当年我在外面养着你，图的就是你听话懂事。你再看看你现在的倒霉样，天天只知道争风吃醋，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你让我这楚家大业断了香火，你才是楚家的最大罪人。我泼妇，我立人作五。楚原，你别在我面前摆什么正人君子的谱了。当年你个入赘的赘婿，要不是有我这个泼妇在背后帮你做掉苏家原配吃绝瓢，你能有今天永川集团董事长的风光？大不了鱼死网破。鱼死网破！你这个蠢货！当年的那场意外，你敢往外面吐半个字？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消失？你占着我楚太太的名分拿了8年分红，连个带股份的儿子都生不出来。如今外头那是我楚家唯一的男小香火，你最好给我夹起尾巴做人。不能倒下，我还有青青，只要青青还在，楚原就别想把我踢出去。夫人，不好了！怎么了？是不是云柳胡同那个贱人的肚皮出事了？不是啊，夫人。楚总为了给那外室筹备未来的资产，已经把准备送去离岛分公司的资金彻底断了。二小姐在岛上的生活费被全部取消了。楚原，你这个冷血无情的畜生！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你竟然要断我女儿的活路！想当正妻，想分我的股权，好啊！我今天就让你们一起去给我的亲亲赎罪！
苏总，楚原和柳霜动了手，断了楚青青的资金。柳霜这会儿已经拿着剪刀去了云柳社区。柳霜这一去，定是冲着那个外室的孩子。等孩子没了，这下真是有好戏看了。你这个疯女人，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什么？那是我楚家最后的希望。楚总，赵女士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很抱歉，胎儿没保住，而且以后恐怕很难再怀孕。楚原，这就是报应！你想在外面留种，你想替我下台，如今你我一样，都是断子绝孙的下场。柳霜，别得意。当年苏家原配病逝的各种巧合，以及你侵吞苏家资产的账目，我已经全部交给经侦支队了。你下半辈子就烂在里面吧。楚原先生，接天宇财团首席合伙人举报您涉嫌多项特大职务侵占、违规转移上市公司股权及故意伤害苏家原配旧案，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曾经那个入赘豪门、处心积虑夺取财产的穷书生，终究在20年后输得一干二净。苏总，楚原和柳霜都已经再无翻身的可能，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们现在要回公馆吗？去一趟离岛公寓，把这个好消息原原本本的告诉楚青青。是你对不对？我承认你赢了，你带我离开离岛，我连路费都没有了，只能风餐露宿在这间破屋子。只要你帮我，我手里有我妈这些年挪用苏家信托的证据，我愿意出庭作证，指认楚原。楚小姐，本总今日来可不是为了做慈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母亲柳霜就在昨日已经被正式批捕。楚原为了保住永川集团的最后一点声誉，不仅拒绝垫付他的保释金，还亲自向警方提供了他当年涉嫌伪造沈夫人病历的录音。楚原，你这个畜生！妈妈！青叔，你恨楚原，我也恨他。只要你帮我回去，我豁出这条命也要撕碎他的面具。楚小姐误会了。苏婉的父亲和母亲在晋州一直遵纪守法，你口中的这些家仇，苏婉一个字也没听懂。你这个疯子，你会遭报应的。楚原那是头恶狼，他不会放过你。走吧，这里的味道太冲，别惊着孩子。苏总，好水。楚董这种时候不去应付审计，来我这儿有事吗？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也没必要跟你绕弯子。你稳坐你的天宇 VP， 我守我的永昌集团，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如何？家破人亡，牢底坐船，这报应还远远不够呢。我苏婉自然有我的前程，只是楚董事长，你那个靠股权质押和侵占苏家信托得来的椅子，坐得踏实吗？苏婉，你是怎么顶包、怎么换脸混进顾总身边的？我这边证据确凿，真要豁出去闹上法庭，恐怕全京城的名誉都要扫地。你不在乎自己的命，难道也不在乎那位还被我控制在松阳精英学校的弟弟苏志了吗？送客。好，你是铁了心要跟我玉石俱焚，咱们走着瞧！哼！肚子痛，苏总，您怎么了？羊水破了，来人，医疗组，苏总要生了！恭喜顾总，苏总生了个非常健康的男婴，体重6斤8两。好，这是我顾燕婷的继承人。婉儿辛苦了，这孩子我要给他最好的，他的名字就叫顾启。启儿，
这个名字很好听，这小鼻子小眼睛，简直和燕婷小时候一模一样。苏总，你可是为顾家立了一等功。婉儿，你耗了太多神，现在什么都不要管，闭上眼好好睡一觉。苏总，既然你现在已经平安生子，我们父女也没有退路了。只要你在顾燕伟耳边吹吹风，配合我暗中拿到天宇在永川重组案中的控款权，我保你们母子未来在顾家只手遮天。天宇的继承权，顾总正值壮年，且财团局势稳健，楚董这大话未免说得太早了。早？苏总可别忘了，你是用什么手段改头换面爬上来的。如果我把苏婉就是消失的原配嫡女苏静深的资料给审计和惊叹，不仅你的合伙人身份会碎，就连你在松阳学院的那个弟弟，这辈子也别想出狱。这可是商业欺诈！商业欺诈？这天宇财团里，当年经手将真实物证和苏婉档案做交叉覆盖，手里有铁印，能到顾燕之面前砸死我，只有康博一个。康博，你的野心果然已经撑爆你的身份了。苏总，依我看，楚董说的在理呀。现在顾启少爷还小，如果能在永重重组中占了先机，未来顾总的位子迟早是咱们的。到时候谁还敢拿苏总的身份说事？苏总，康博今天在楚原面前的表现，显然是有了倒戈的一心。楚原以为他抓到了苏婉的漏洞，可他不知道，真正能要我命的不是他那份漏洞，而是康博。康博在顾氏做了大半辈子的职业操盘手，他不甘心只拿1000万年薪，他要做彻骨家未来的头。苏总，他手里捏着我们致命的线索，通知我们自己的人24小时死死盯住小启身边的几个金牌月嫂和特护，包括他们所有的饮食和药膳。我倒要看看这个养不熟的野狗到底把赌注压进了谁的盘子。这批物资是康博董事对接的家政渠道专供配送。这群人分明是故意送来不合格奶粉，我现在把人和所有货品一起交给监管部门彻查。先别急着移交，妥善看管配送员，不要私自审问。只抓一个配送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康博可以借口是上游原料厂商出错，林书君也能提前销毁对接记录，反过来污蔑我们故意找事。他们刻意提供不合规物资，想制造隐患来牵制我，动摇我在集团的地位。既然他们步步算计，那我就完整收集证据应对。只有整理好全套检测凭证，完整供货线路证据摆在顾燕婷面前，才能彻底查清董事会内部的猫腻，清理隐患。李医生，把奶粉样本、检测试纸全部密封留存，出具正规书面检测报告，全程拍摄取证视频，严格保密，不要惊动其他人。胡闹！琪儿已经没事了，你怎能在这种时候作践自己的身子？燕婷，琪儿今天连哭的力气也没了，我好怕，是不是因为我命运克亲，护不住顾家的一点骨肉？别瞎说，那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弱症，我会请全球最好的专家。可是燕婷，我今天听康博董来汇报审计时，说空气净化系统里更换了带有花粉残留的劣质滤芯，宋若曦处旗下那家意思代理商嫌疑最大。一派胡言，宋若曦已经停职了，康博一个管人事的，怎么敢在你面前挑拨这等是非？我也不信宋总会如此丧失人性。康博竟敢在婉儿面前指名道姓上宋若曦，如果启儿真的救不回来，宋若曦固然会被董事会彻底除名，可最大的受益者只会是稳坐钓鱼台的董事长林书君。婉儿，别跑！天宇财团这缸水深，我倒要看看是谁把我这个 CEO 当成小孩在耍。一特助，顾总，您吩咐。启动最高级私人安保，去查林董事长的私人办公室和他名下的几处老宅，不要惊动审计署，我要你把那里面的一粒灰尘都给我查清楚。
私人医生刚才传话了，少爷脏器受损严重，大概率挺不过今晚。一旦董事局会议开启，你就一口咬定是宋副总宋若曦高薪雇佣你做的。康董，那批有问题的滤芯本身就有宋总的批次记录，现在有加这种重药，顾总那种多疑的性格能信吗？你就说滤芯只是前菜，是为了试探苏婉的防备。宋总嫌那个慢性见效太慢，才指使你在配方奶里加了生物抑制剂。只要今晚把宋若曦彻底踩进监狱，林董事长承诺保你全家移民，一辈子荣华富贵。康董放心，死我也不会松口。顾总，事情查清了，检测报告证实是药奶导致的虚弱。这些月嫂由于家属受胁迫已经招供了，是行政总厨直接给他们的生物雨剂，而背后下令的正是宋副总宋若琪。顾总饶命！是宋副总说之前的滤芯事件没能毁掉小少爷，怕以后没机会下手，这才又花重金指使我。我只是拿钱办事，都是宋副总逼我的。你血口喷人！我负责物流采购，是为了给高层谋福利，什么时候指使过你？顾燕婷，我宋若一再贪权，也不会动顾家的继承人，我是被冤枉的。这么急着给宋若曦定死罪，好戏才刚刚热场呢。我不知宋副总是否真的下毒，但我知道这毒原本是要不声不响害启儿的。李医生在察觉滤芯异样时，就已经暗中检测了月嫂的供给。我为了保住启儿，这些日子一直亲自用特调净水喂养，这些有毒的样品全被我封存检样了。王大米，你说你是受宋副总指使，可天底下哪有真正的主谋会用自己管辖的滤芯做诱饵，最后还把毒药交给这种漏洞百出的渠道？半夏，今天中午，半夏亲眼看见康伯董在公司楼顶假身后，将这袋酬金交给你作为封口费。这些金币侧边还清清楚楚刻着林董事长母家私人收藏的防伪密印。顾总，这是栽赃，定是有人偷了董事长的私藏，故意陷害我。苏婉，你休要拿几枚金币就在这里血口喷人，坏了顾家的规矩。我身为董事长，岂容你这般污蔑？叶婷，我是被冤枉的，这是宋若曦和苏婉联手设局栽赃我。栽赃？你私人保险柜里的违禁事迹，你母家账户汇出的封口费，还有你手下这个吃里扒外的康伯，若非苏婉早有防备，暗中向我示情，我的孩子，我的副总，全都要被你这个毒妇彻底清洗了。把这个勾结外人、构陷高管的败类给我扔出集团，让他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苏总，我知错了。看在当年我带您进总部的份上，求您跟顾总说句话，救救我吧！传董事会最高手令，即日起，无限期免除林淑君董事长职务，剥夺其在顾氏一切保决权。林淑君这个最大的绊脚石终于倒了，楚原，下一个该轮到你了。妈妈，弟弟好香，今晚我能留在这里和他玩吗？带少爷去楼下看锦鲤，别吵到小少爷。是。昨晚那场罢免大戏，你我配合的天衣无缝，连顾燕成都未察觉端倪。若非宋副总主动配合，以劣质滤芯引蛇出洞，怎能让康伯和林淑君在恐慌中自乱阵脚？天宇人人都觉得我宋若曦是个不知足的疯子，生了个智力缺陷的儿子，还非要攥着执行 VP 的权力不放。当年我怀松松时，林淑天怕我生下顾家长子，竟买通我的营养师。松松早产，医生说心智永远只能停留3岁，我这辈子死也要拉着林淑君下地狱。所以当初你毫不犹豫签了那张合作共赢的便签。财团内耗，我只要我儿子平安，林淑君倒了，往后各走各路，正合我意。苏总，楚原冲进松阳学院，强行把苏志接回楚家了。楚原，你终于被我逼入死角，接回阿志，
想拿我弟弟当人质跟我谈条件。楚董，上个月董事会上你力挺林淑君，带头反对给苏婉增股份，怎么林董刚去养病，你的风向就转得这么快？顾总明鉴，我只是觉得顾其小少爷天资极高，且苏总与我同宗，自然盼着顾家香火传承有序。股权和继承人的事我自有决断，楚董还是多操心永昌集团亏空的几个亿吧。出去。顾总的态度你听到了，配合我在董事局扩大会上投票，确保顾启继承权优势。我们父女联手，永清和天宇迟早都是我们的。楚董好算盘，当年吃尽苏家遗产做第一桶金，现在又想占我跟孩子的绝户。苏静默，别忘了你身上这层苏婉的皮是怎么来的。楚总尽管去举报，只是不知法官先审判我的身份，还是先治你一个明知背景造假却蓄意隐瞒、勾结外部势力渗透管理层的共犯之罪。你疯了！你骨头硬，那你别忘了，你弟弟苏志还在松阳学院，你不配合，我就以家长监护名义把他接回楚家。若是出个车祸或坠楼意外，别怪我心狠。晚上6点，我等你的回音。苏总，楚源派了管家带保镖连夜赶往松阳学院，要不要我叫人在高速路口拦截？不，阿志在封闭区读了太久圣贤书，是时候让他亲眼看看名利场的嗜血和肮脏了。让他们把阿志带回京城，一进市区立刻引导他用秘密通道进公馆见我。有些债，他作为苏家唯一传人，必须亲耳听我揭开。姐，你受苦了，那些新闻我都看了。长高了，也壮实了。阿志，你是大人了，不是说要给姐姐当靠山吗？姐，楚源强行接我回来，要我出席世家晚宴结交人脉，以后让我当副董事长。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想拿我来拴住你。阿志，既然你已经看破了他的伪善，那姐姐今天必须把那场被他掩盖了17年的医疗意外真相全盘告诉你，打开它，看看咱们苏家真正的屈辱。他怎么敢这么对妈妈？他是畜生！我现在就去实名控告他，让他偿命！你冷静点儿，现在还不是时候，只会打草惊蛇。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他现在接你回去，不是要你当接班人，而是要你当驯服的猎犬。那你就演给他看，你要借着学习管账的由头，名正言顺地进出他的私人书房。我要你拿到他这些年非法的电子内账。姐，我听你的，这笔债我一定亲手讨回来。阿志，在松阳学院待了这1年多，可怨过我把你送走？儿子不敢，以前年幼，不懂父亲在商场博弈的苦心，如今读了金融策论，才看清这圈子的残酷。若无绝对权势和资产，终不过是任人宰割的底层。柳姨入狱，家里没了主脑，楚家想在京圈立于不败之地，还得靠父亲在董事会的运筹帷幄。我想学真本事，我想帮父亲分忧，守住我们楚家的江山。好，不愧是我楚源唯一的接班人。你这般识时务，不枉我在学院砸的重金。从明天起，你直接进驻总办，我的私人书房，你随时可以进来帮我梳理密档。儿子一定不负厚望。书房重地，数据核心，楚源，你的商业帝国该从根上断了。姐姐查清楚了，重要的账目都藏在这儿。太好了，找到了！叫财务总监立刻回公司，上季度那2个亿的空缺怎么还没抹平？离出口只有几步，千万别回头。如果被抓住，这就是我最后的机会。一群废物，这种
有账都做不干净。要是被查出来，咱们一个都别想逃。去，把藏品柜里的核心密账拿出来给我对。楚总，南边几个项目的亏空已经洗得一干二净。苏轼少爷今天在书房整理行政周报，连他都没察觉，外头审计更抓不住尾巴。苏轼虽表现出色，但到底只是个学生。只要他没异心，永川迟早交给他。但这套非法汇款的核心密账，绝对不能让他沾手。董事长，不好了！您城西那处存4档的别墅走水了。什么？那里存着刚转移出来的核心订单，还不快去看看！楚源，这把火就是送你进火海的第一步。燕城，你是在为了亏损项目烦心吗？资金缺口太大，下面几个分公司推诿，看这些账目，头疼的要裂开。顾氏预算缩减的这么厉害，难道现在的合伙人过得比您还阔畅？这话什么意思？我前几天听说永川的楚源董事长正在重金修缮半山那处私宅，连铺地的砖都是空运来的顶级大理石。我当时还训斥他们，说永川虽是咱们的深度合伙人，但楚董一向以节俭自居，怎么可能如此奢靡？定是有人栽赃。动用最高级别审计权限，查永川集团近10年所有流水，包括楚源名下所有海外信托，我要看他到底有多少清白钱。苏总，小少爷成功了，藏品柜暗德里所有影子账的海外信托托人签名全部拿到电子备份了。好，顾燕婷那边的私人审计线已全部下网，阿志这里的致命铁证也到手了。传话给阿志，明天上午9点，在天宇集团全体股东特别大会上，当着所有杜氏当人、国家金融监管代表和顾氏家族信托委员会的面，公开揭发。多年前主治医生的亲笔供称和录音也准备好。明早，我要让楚源在名利场上千刀万剐，彻底身败名裂。顾总，各位董事，近期为几个新能源并购案交割，永川和财务团队掏空了腰体，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全看在楚家多年来轻便克诊的份上，还请顾总在主干线划拨一笔特别周转金支持。哦，永川账上没钱了，楚董真是鞠躬尽瘁。顾总，大厅正门外有持有集团原始股继承人证明的苏家传人，声称要递交涉及数百亿重大违法洗钱与贪腐的内部控诉状。带他进来。我是苏氏集团唯一法定继承人苏轼，我要当众向监管组和顾氏董事会控告永创集团楚源，他挪用苏氏慈善信托基金，私吞重组金，行贿管理层，数额高达上亿元。你竟敢背叛我！你肯定是受了竞争对手教唆，伪造流水陷害我。顾总，我是冤枉的。冤枉？你自己睁眼看看，这账册里的信息跟我的人在西山服务器查出的几百个加密账号分毫不差。你大宅里修池子的顶级大理石，比天宇主干线的资产还富裕啊！楚总裁，你的账算得真叫一个出神入化。顾总饶命，我一时糊涂，我愿无偿转让永川所有股份，我把家当全部充公补偿损失。你的罪，1亿万资产也赎不了一星半点。监管代表顾总，我还要控告楚源涉嫌故意谋害。当年他作为赘婿进入苏家，为强夺苏氏控股权，在医院阻挠抢救，求顾总彻查旧案，还苏家一个公道。让律师和专案人员把全部证物呈上来，我倒要看看楚源你那层皮底下究竟还藏了多少脏事儿。不是我是按医疗协议签的字。是他，是苏婉。顾总，你是被这个狠毒的女人彻底骗了。顾总，苏婉根本不是什么已故总监之女，她就是我那个该死在悬崖底下的长女。她没死，她是回来报仇的。她伪造了所有入职档案和身份，这是欺诈。你宠爱的是个处心积虑想吞掉你股权的伪装毒妇啊！放肆！
死到临头，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竟然当着监管人面毫无底线捏造荒谬之词，攀咬财团执行威，泼这种脏水。李特助，给我堵了他的嘴，扔出去依法处置。永昌集团所有权即日起由其法定第一继承人苏志全权接手重组。散会。顾总圣明。楚原数罪并罚，判处终身监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听说了吗？曾经的永川楚总所有资产都被冻结了，这辈子怕是烂在所里了。死了，名声死了，钱也死了，这笔债你居然真的讨回去了。琪儿，跟着哥哥跑慢点儿，别摔着。弟弟快看，哥哥保护你，不要怕。看你笑的。这公馆里许久没这样清静了。只要初心在，这商界，这天宇，便总有安宁的一天。顾总、宋副总、姐姐，中午好。苏董事长免礼，你小小年纪怎么比我还严肃？去和两个弟弟玩会儿。好，那我去了。妈，恶人已得承载，苏家的名誉和江山我都保住了。往后的路，我会带着弟弟和孩子走得干干净净，岁岁平安。